最近深圳敦煌展大热，刷爆朋友圈。那么真实的敦煌是怎样的？莫高窟的壁画为何惊艳世界？沙漠中的月牙泉怎会千年不枯？魔鬼城的雅丹地貌到底有多魔幻？今天翻开我的历史相册，趁热奉上一篇敦煌旅游攻略，带大家走进神秘的敦煌。敦煌美食下家何知？吃完就准备敦煌2天1夜游。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，古代是连接着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。去敦煌旅游可以坐飞机、火车。敦煌旅游景点除了必玩的莫高窟、鸣沙山月牙泉以外，还有阳关、雅丹魔鬼城等景点。我第1天逛莫高窟、月牙泉，第2天选了阳关、魔鬼城去游览。正在去莫高窟的大巴上。莫高窟俗称千佛洞，古代是一个礼佛的场所。莫高窟以精美的敦煌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。莫高窟的位置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，全长有1680米，山上的洞窟有735个，南区的492个洞窟里面是历朝各代的壁画和彩塑，彩塑造像有2400多个，壁画有4.5万平方米，堪称佛学奇迹。莫高窟距今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。前秦建元2年，一个叫乐尊的和尚开凿了第1个洞窟，后面法良禅师又开凿了第2个洞窟，并且将此地命名为莫高窟。这里用的是沙漠的漠，意为沙漠的高处，现在通用为莫高窟。莫高窟的参观方式都是导游带队，随机分配到8个洞窟，洞窟的门上面都会有编号，每个洞窟都需要导游用钥匙开门才可以参观。参观洞窟是不允许拍照的，洞窟里面也很黑，导游会用一个小电筒边照边解说。参观洞窟以后，我觉得有3个看点吧。第一个是它的洞窟形制，就我们走进一间洞窟的时候，有的是一个方形的柱子，然后柱子的4面都会有佛龛，这个叫中心塔柱窟，是受印度的影响，然后北魏时期的洞窟比较多。然后有时候我们抬头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窟顶像一个覆斗形，所以叫覆斗形的窟，它主要是受汉墓的影响，然后隋唐时期的洞窟比较多。另外还有大佛窟啊、殿堂窟啊、涅槃窟啊，好几种，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。第2个看点的话是它的彩塑，就有非常多的佛像彩塑，让人相当的震撼。很多佛像的表情惟妙惟肖，衣服的走姿都具有时代的特色，建筑的水平非常之高。第3个是敦煌壁画，洞窟的墙面和窟顶都会雕一些精美的壁画，壁画的题材主要是佛教的佛像画、经变画，还有一些人物画、故事画等等。这个是61窟中的五台山图的局部，相当于古代的手绘地图。从壁画可以看到五台山历史的布局图以及它的亭台楼阁的建筑样式，非常的精美。莫高窟的导游讲的还是非常专业的，不知不觉就快到中午了，先去吃点东西填饱肚子。醉卧鸣沙月泉侧，千沙万泉无颜色。万泉无颜色这么写，济南趵突泉的朋友们会不会不开心啊？开个小玩笑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到了月牙泉，待会就可以看到它的真容了。这个骆驼骑得非常有感觉啊！来，跟我打一个招呼。鸣沙山月牙泉离市区很近，打车15分钟左右，门票110， 3天不限次数可以进。鸣沙山以沙洞成响而得名，东汉叫沙角头，近代才叫鸣沙山。鸣沙山东西长约40公里，南北约20公里，主峰1715米。月牙泉在鸣沙山的怀抱中，古代称为沙井，俗称药泉。月牙泉长近100米，宽25米。泉水最深处是5米，因形似弯弯的新月而得名，有沙漠第1泉之称。沙漠中的月牙泉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有5种说法。第一种是月牙泉是附近党河的一个古道河，
第二种说法是断层的渗泉，这意思是由于断层抬高了地下含水层，流到了月牙泉。第三种说法是由于风蚀作用形成的一个风蚀湖。第四种说法呢，说它是人工湖，因为它古称沙井，井这个字一般都是人工挖的，而且它的形状像月亮，比较像人工的。第五种呢就比较玄幻了，说是释迦牟尼佛赐给了附近雷音寺主持一碗圣水，圣水专门为人们消灾解难。寺庙在举办浴佛节的时候，一位术士和主持斗法，狂风大作，黄沙满天，但门口的这一碗水除了碗边有沙，水非常的清澈。道士无奈走后呢，轰隆一声，圣水就变成了月牙泉。对于我们吃货来说，今天吃喝不努力，明天努力找吃喝。哎呦我的妈！敦煌旅游的第二天，今天准备去阳关和雅丹魔鬼城，途中经过一个叫敦煌丝路遗产城的地方，顺便下车看了一看。这里是一个影视拍摄基地，里面都是人造的景点，人不多，但拍照还是挺出片的。喜欢拍摄的小伙伴可以去溜达一下。阳关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西汉武帝时期，它曾是汉唐时期的重要军事关隘。唐代大诗人的《渭城曲》“渭城张羽忆倾城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古代的阳关呢，相当于现在的出入境口岸，是需要朝廷颁发关照才可以通关的。从阳关出去会抵达西域，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和中亚一些国家。汉武帝时期派张骞通西域，唐朝的时候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。刚才导游念的王维的诗“宋元二使安西”就印证了这一段历史。王维的好朋友元二被派到了安西任职，安西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。从西安出发会经过这里的阳关才可以抵达。西安到新疆库车有2000多公里，古人没有高铁和火车，道路是非常遥远的，而且任职地在安西都护府又很偏远，这一别可能就是他俩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。王维呢就从西安一直送到咸阳的驿站，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候临行劝酒，离别之情正浓，就写下了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千古名篇。站在阳关可以让你深切地体会到大漠的荒凉和寂寥。类似的边塞诗，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也传达了古代敦煌的荒凉，戍边战士们想回家的一种情怀。诗中的玉门关遗址其实也在敦煌，2个关口，一南一北，就撑起了古代的边防。魔鬼城的风还是蛮大的，这里的大名叫甘肃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。来这里主要是想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由于长期的风蚀和流水侵蚀，塑造了雅丹地貌。根据雅丹的造型，景区还取了非常多有意思的名字，比如这个塔状雅丹像一只狮子，叫金狮迎宾。这个龙岗状的雅丹像沙漠中的航母，取名为西海舰队。还有很多不同形状的雅丹，造型都非常的独特，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名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敦煌游的全部内容，关注我，拜拜。